有人说，在我国的经济史上，只有3件划时代的大事，一是苏联援华的156工程，一个是改革开放的家庭承包制，另一个就2001年中国入世。除此以外，其他都不足道。在这3者中，又以中国入世最为艰难。其中从谈判到签约，足足花了15年，历经2任领导、4任谈判代表，最后却悲催地发现，我们谈破嘴皮子都没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句话好使，以至于有人说，中国入世最大的功臣其实是克林顿。那真实情况真的如传言所说的那样吗？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又叫关贸总协定，乃是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为了避免贸易冲突成立的一个组织。战后各国为了恢复经济，纷纷树立贸易壁垒，导致复苏受阻。有些国家意识到这样下去只会同归于尽，为了避免造成双输局面，各国于1947年在古巴召开会议，商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关税标准，而中国是当时受邀参会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组织的重要性，与会国家甚至连一个联合声明都没搞出来，它是在后来几十年随着世界贸易爆发性增长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而我们当时也不在乎这个组织，于是就任由它闲置了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才想起了关贸总协定这个老古董，所以我们当时管加入关贸总协定叫复关而不是入关。通常的说法是认为复关开始于1986年，但实际上真正的复关在1983年就已经开始了。1983年，中国政府曾派一个叫做邱文敏的人带领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巴基斯坦、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家。这次环球访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这些国情与我国相类似的友好国家取经，取入世之经。代表团的访问成果是丰硕的，他们从这些国家中得知了很多有关于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细则，但最为重要的是，从这些国家口中他们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那便是入世确实可以极大地拉动国家经济发展。虽然其中难免有阵痛，但是好处也是巨大的。故这次访问最大的成就就是坚定我国政府加入世贸的决心。在经过3年的认真研究和精心准备后，我国在1986年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交复关申请。为什么选择1986年呢？这主要是因为到了这一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用完了。更准确地说，当时光有改革没有开放，而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带来的粮食增长。到了1986年，爆发式的粮食增长开始放缓，由之带来的经济拉动效果很不乐观。事实上，自1986年至1991年这5年间，中国经济一直都不怎么景气。如果不及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改革开放这条火箭就会在燃料耗尽之后戛然而止。可惜的是，当时外部环境对我们并不友好。首先是苏联方面，彼时伊尔巴乔夫刚刚上台，苏联崩溃的序幕已经开启，美国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拉拢中国抗苏了。相反，中国开始日渐成为美国打压防范的对象。这一切还得拜我们的邻居日本所赐啊。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巅峰期，整个美国产业被日本人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日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完全来源于他那铁索连舟般的举国体制。所谓举国体系，基本上就是弱化版的计划经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体制跟日本颇为神似，一个日本就已经让美国人焦头烂额，再来上一个中国，还让不让美国人活了？所以说，当年美国人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是有很清晰的认知的。正因如此，美国人才一口回绝了我们的提议。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想要通过拉拢欧洲和澳大利亚这些第三方国家来壮大声势，企图逼美国就范。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个由美国人主导的体制里，所有国家加在一起都没有美国人说话有分量，白白浪费了诸多外交资源，终究也只是在做无用功罢了。到了1989年，整个谈判更是因为美国企图颠覆我国政权的卑劣举动陷入了僵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我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西方国家才再一次恢复与我国谈判的兴趣。但是情况仍然不乐观，因为美国这头拦路虎还是严重缺乏跟中国合作的意愿。毕竟当时人家刚刚打败了苏联，正如日中天，他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干掉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还是跟着苏联一起下去为好。所以那几年，老美对我们的杀机极重，银河号事件、黄海对峙危机、第5次台海危机接踵而至，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内。明白了这些，你还能说克林顿对华友好吗？事实上，直到克林顿第2个任期，他对中国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而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有2个。第一是南方谈话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转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南方谈话虽然确立了基调，但西方绝不会因为你说了一通话就对你放松警惕，从谈话到真正落实需要时间来检验。到了克林顿第2个任期的时候，由南方谈话带来的发展成果已经非常瞩目了。美国对于中国自行转变体制有了些许憧憬。第2个原因则是美国发现使用武力逼迫中国就范的计划根本行不通。无论是黄海危局还是台海危机，中国方面都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姿态，这让美国明白，想要兵不血刃把中国变成第2个俄罗斯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软刀子杀人进行和平演变不失为一条对策。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欧盟崛起了。这是90年代让美国人最头疼的问题。原先的欧共体在吸纳了苏联的东欧成员国和南斯拉夫国家之后实力暴涨，已经隐隐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地位了。如果欧盟把中国给拉拢过去，那对于美国而言将是不可承受之重。适当的给中国抛一个诱饵，吊住这条东方巨龙，不失为一条缓兵之计。但此时的美国仅仅只是把中国当成一个观察国来看待而已，并没有下决心让中国加入世贸体系，因为美国还是没有必须要让中国加入世贸体系的理由。毕竟当时美国才刚刚消化完冷战红利，互联网革命方兴未艾，正是春风得意游刃有余的时候，对中国没什么迫切需求。而最让美国人心怀芥蒂的还是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别看美国人天天鼓吹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但是他很清楚，单纯的市场经济绝不是人间正道。因为后发国家要追赶先发国家，必须要在效率上下功夫，而要追求效率，就意味着不那么市场，不那么公平，甚至要采取一些行政色彩浓厚的措施来搞不公平竞争。唯其如此，你才有机会在敌人占据先发优势的情况下搏一个后来居上。相反，你要是跟人家采取一样的市场体制去搞公平竞争，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在这条赛道上追上人家。所以美国人恨不得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变成市场化国家，这样一来，他制定的等级秩序就可以千秋万代了。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举国体制，天然就有着后来居上的优势，因为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为纽带，将全国资源堆积到某一个产业，帮助它实现突破。这也是后发弱小国家能够追上先发国家的唯一路径。美国作为与苏联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对手，又加上有韩国朴正熙、台湾蒋介石父子以及新加坡李光耀的发展案例在前面，美国人比谁都明白这套体制的可怕之处。所以美国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愿意让中国这个还没有完全进行市场化私有化的国家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当然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断有外国资本涌入中国。美国人早就已经发现了中国市场所蕴含的红利。美国要的并不是永远将中国排斥在门外，而是要将中国改造之后再把它纳入世界贸易体系。1989年，美国煽动一些妖魔鬼怪试图颠覆红色江山，其目的便是如此。和平演变失败后，当时如日中天的美国便想通过武装胁迫的手段从外部逼迫中国。但是无论是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的黄海危机，还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国政府在面对美国欺凌的时候都摆出了寸步不让的战略姿态，这让美国不得不重新掂量一下，跟中国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五常国家一旦闹翻，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而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又是否合算呢？因此在前一个任期跟中国幺蛾子不断的克林顿总统，在他1996年的第2个任期之后，开始180度大转弯，寻求在入世谈判方面跟中国接触。克林顿之所以姿态突然放软，除了威逼利诱拿我没办法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了中国的改革方向，我们的改革又向市场化迈出了很大的一步。要知道，在1992年之前，
中国官方对于市场经济可谓是讳莫如深啊。当时的提法叫做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市场经济只能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小小补充而已，不能够作为主体去运行。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明确了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资本主义也搞过，比如罗斯福新政。同样的道理，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市场经济也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嘛。这场谈话基本上等于把市场经济的名分给定下来了。中国经济被邓小平注入动力后再次起航，到了克林顿第2个任期的时候，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得比较远了，成果也非常明显了。这才是克林顿愿意跟中国接触的原因，不用他们逼迫了，中国已经在自我改变了。但是即使如此，美国也依然没有完全松口。原因很简单，你的确有诚意，但还没达到我的预期目标，你的公有制依然占据经济的主体地位。这时候一内一外2个因素的出现，让克林顿不得不放低门槛。内因是中国需要市场化改革方面释放出更多的诚意，因为就在1997年，以索罗斯为主导的西方资本集团横扫东南亚，导致中国的外部市场急剧萎缩。要知道，当年在美国设定的世界分工体系中，东南亚的等级还在我们之上，是我们重要的贸易出口对象。东南亚这么一垮，我们的外贸订单顿时萎缩，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哀鸿遍野。一般来说，外贸萎缩就应该贬值货币促进出口，但是当时中国的朱总理为了表示中国的决心，坚决不让人民币贬值。此举既让我们度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口碑，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代价之一就是原本就问题多的国企大规模倒闭。从1998年开始，国企倒闭浪潮足足持续了5年时间。而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没有强行出手相救，而是抓大放小，整合事关国计民生的命脉企业，而其他的小国企则全部交给市场去优胜劣汰。此举虽然造成了很大的内部冲击，但也间接地让西方看到我们的改革决心。至于外部因素，就是欧元的横空出世。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不是我们，而是欧盟。欧盟在吞并了苏联遗留下来的东欧遗产之后，实力暴涨，成为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存在。到了1999年的时候，更是成立了欧元跟美元分庭抗礼。也就是在那一年，在克林顿的力挺下，犹豫不决的美国国会才终于松了口，于11月同意让中国入世。究其本意，无非就是拉拢中国，平衡欧盟。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克林顿一直说他最后悔的就是让中国入世，其实哪里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没有中国入世带来的红利在支撑着，他美国能那么轻松打垮欧盟？世间的事有所得，必有所失。你去享受了中国入世带来的红利，那就必然要承受其带来的后果。